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户冢真由子所著的《一年成为亿万富翁》这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将讨论如何运用炼金术创造财富。其次，我们将深入探讨成为富人的5个铁律。接下来，让我们直接从如何运用炼金术创造财富来开始解释。户冢女士谈到，她比任何人都渴望财富，这种渴望深深根植于她成长的环境。在她的童年时期，她经历了被人嘲笑家境贫穷的痛苦经历。她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的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她家周围到处都是杂草丛生，蚊虫成群，汽车和住宅都破破烂烂的。每当粗大垃圾收集日到来时，父亲都会从放垃圾的地方搬回一些看起来还能用的桌椅家具。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户冢女士的零用钱一直只有30日元。直到高中毕业，她多次尝试与父母讨论增加一点零用钱，但每次都是徒劳无果。她小时候甚至都没有见过1000日元和1万日元的钞票。户冢女士一直梦想着留长发，但因为担心吹风机浪费电，她只能留着短发。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对无法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不满，心怀怨恨地长大成人。在无意识中，她对金钱的焦虑感变得极其强烈。在长大成为一名公务员后，她开始挥霍金钱，能够随意使用金钱让她感到非常愉快。她不停地更换高档汽车，大量购买名牌商品，频繁地进行海外旅行。当时她才20多岁，即使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但金钱似乎永远不够用。因此，她开始在高档夜总会进行兼职，每个月出勤约10天，能赚取100万日元以上。然而，当她过着这样的生活约8年后，她意识到一个事实：尽管白天和晚上都在拼命工作，却一点钱都没有。与此同时，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她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她想要花更多的钱去释放压力，陷入了购物成瘾的状态。于是有一天，她转变了思路，决定嫁给有钱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1年后就分手了。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婚姻和离婚中，作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决心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并成为真正的富人。他前往摩纳哥、迪拜、瑞士等富豪聚集的地区，努力拓展当地的人脉。他发现，与日本相比，那里的富人层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拥有1亿美元而不是1亿日元的人数不胜枚举。他开始意识到，无论自己能赚多少钱，只是作为一名公司雇员是不够的。他必须成为一名投资者，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富人。于是，他辞去了当时担任的顶级销售人员的工作，开始致力于投资，并在4个月内成功积累了1亿日元的资产，成为了真正的富人。作者通过不断经历各种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找到了成为富人的正确方法。对于比任何人都向往富有的动力推动着作者，最终使他真正成为了富人。作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长期以来饱受金钱的困扰，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希望通过全力以赴地传达真相，让那些因金钱而苦恼的人不要重蹈覆辙。成为富人后，人们会真正看到自己灵魂的渴望，真正看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在成为经济自由的同时，心灵也得到了自由。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富人、渴望经济自由、希望自由规划人生、梦想成真的人来说，首先要确立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经济基础后，就可以追求各种梦想、自由的生活。本书将成为帮助你建立经济基础的一项工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详细解释成为富人的具体方法。首先，需要您知道的是，当谈到建立财富或成为富人时，目前你有多少储蓄并不重要。如果你已经决定改变思维方式，努力建立财富，那么即使现在储蓄为0也没有关系。
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第一点是要放弃赚钱的贫穷思维。对于大富豪和普通人来说，增加财富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通常被认为建立资产的顺序是先赚钱，然后通过投资来增加财富。然而，大富豪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作者与100多位大富豪进行了交流，发现他们拥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大富豪心态。这种心态是先集中大量资金，或者通过借贷来增加财富。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要赚钱，但要赚钱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成功取决于个人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因此，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能力水平。作者指出，资产的构建并不取决于个人能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从头脑中去除赚钱的想法，转而采用大富豪的思维模式，即先集中或介入大量资金，然后通过彻底消除浪费并始终保持投资初期的大量资金，来确保不会减少资产。只有最初拥有大量资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资产家。这是一种与我们常规认知截然不同的现实。企业家枯江贵文先生说过，即使投资小钱，也是绝对会输的，只会成为投资家的养分，永远不可能成为游戏的赢家。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摒弃贫穷人的从努力赚钱开始的思维。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我本来就没有任何资金，怎么可能从零开始聚集大笔资金呢？大富豪们从一开始就拥有大笔资金，所以他们才会成功。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这些资产超过一般人的人，大多数来自普通家庭，学历不高，并且从事投资时资金匮乏，缺乏奢华的人际关系。这些人从没有钱的时候就开始投资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简单来说，他们首先借钱，建立更大的本金，并通过非赌博的稳定的投资来增加资产。成为富人的终极能力是融资能力。举个例子，最近因收购 Twitter 而声名大噪的埃隆·马斯克先生，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大量资金，创办了特斯拉。此后，他每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资金筹集。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先生和乐天的三木谷先生等人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资金筹集，从没有钱的地方创造财富。这种梦幻般的技巧就是融资能力。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人想，那么应该从哪里融资呢？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向家人或熟人借钱，这是最迅速快捷的方式。还有一种方法是尽早从家族那里继承财产。如果家族拥有一定的财产，尽早继承会是一种选择。此外，也可以利用人脉来筹集资金。人脉广泛的人筹集资金的可能性更大。找到愿意借钱给你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拥有潜在借贷者的人脉越广泛越理想。如果你一直在谈论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梦想，可能会有人愿意提供贷款。另外，也可以考虑获得公共融资。但是，如果你想成为富人，建立公司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成立公司，您可以从个人和公司两方面获得融资。对于个人而言，收入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几乎没有上限，可以借到大约40亿日元的资金。许多人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获得融资等想法，因此当提到获得融资时可能会感到困难。但是，实际上，一旦成立了公司，就有可能获得融资。因此，利用这些方法也是筹集资金的一种途径。你也可以通过出售自己拥有的信息或经验来筹集资金。起初，不要考虑钱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用的信息并无私的分享，这样，逐渐的人们，也就是资金，会聚集起来。实际上，有人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价值的信息，筹集到了3000万日元的资金。最终，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金钱聚集的地方。因此，你要成为信息传递的一方，吸引人和资金。再稍微高级一些的选择是接受天使投资。天使投资是指投资者向新成立的公司提供资金，作为回报，
投资者会获得股息或股权。如果您计划着一项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业务，或者是一家有前景但资金短缺的企业，您可能会考虑接受天使投资。您还可以善用补贴、津贴、补助金等，或者利用坏账或固定费用来筹集资金。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资金筹集方法。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解释了大富豪并不是首先想要赚钱，而是想要筹集资金。这正是大富豪和我们之间的关键区别。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筹集资金的方法。接下来，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在此前提基础上进一步向大家介绍成为富人的铁则。为了更易于理解，让我们首先总结一下即将介绍的成为富人的铁则：一、金钱优先，梦想次之；二、始终要权衡利弊，进行取舍；三、摒弃梦想杀手；四、尽量减少不必要之物的拥有；五、即使是公司员工或者没有资产的人，也要尽快建立自己的事业。让我们来解释成为富人的第一个铁则：金钱优先，梦想次之。可能有些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不满，或者对公司的人际关系感到困扰，甚至有些人想辞职。也可能有些人因为对配偶不满而感到烦恼，对当前环境不满而想要改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总的来说，你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你缺钱。虽然听到这个理由可能会让你感到反感，但实际上，世界上80%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除了问题之外，80%的梦想也可以通过金钱来实现。请好好思考一下，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无法通过金钱来解决？你是否在试图用金钱以外的方法来解决那些实际上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的问题呢？你可能因此而疲惫不堪，感觉精神压力巨大，甚至快要崩溃了。婚恋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住房问题、继承、护理等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不仅如此，对于梦想和人生目标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把金钱放在次要位置。追求无私的梦想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然而，作者指出，应该先成为成功的投资者，然后再用这笔钱来实现梦想，因为这样更快、更可靠。但是很多人都错误地理解了人生的顺序，将金钱放在次要位置，认为追求梦想更为重要。而作者却认为这种观念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要解决可以用金钱解决的问题，就要尽快建立资产，要着手处理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思维方式。那么，要想存钱，该怎么做呢？这就涉及到了在第一部分中解释的重要能力——筹集资金的能力。借钱的能力是创造财富的炼金术。有些人可能对借钱感到十分抵触，借债被视为不好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借债并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应该明确良好借贷和不良借贷之间的区别，避免不良借贷，而善用良好借贷，这是成为富人所必须的法则。举例来说，不良借贷的代表就是房屋贷款。对大多数人来说，房贷会将他们绑在一生的工作中。很多陷阱就是被推销的投资用不动产或投资用单身公寓。如果真的想要进行房地产投资，就必须自己去找适合的不动产，因为如果被别人推荐的物件真的是如此赚钱的好物件，那么别人是绝对不会推荐给你，因为房地产经纪人会自己购买投资用的物件。那些被推销给我们普通人的物件，通常都是不适合投资的残次品。此外，汽车贷款每月都会产生负的现金流，可以被认为是不良借款。那么，良好的借款是什么呢？就房地产而言，通过自己寻找的公寓，并且为购买它们而获得的贷款，就是良好的借款。一旦建立了信用，您就可以逐渐增加借款额度，通过借贷并及时还款。建立信用，您将能够获得数以百万计的额外贷款。不断增加良好的借款是成为富人的捷径。认为债务总是坏事的人，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缺乏真正的金融素养。
债务有好坏之分，应该尽量增加好的债务。那些一直无法成为富人的人，往往讨厌债务。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时，他们立即想要得到回报。但是真正的富人，即使现在没有1分钱，也会继续播种未来会结出丰硕果实的种子。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成为富人的第2个铁则：始终要权衡利弊，进行取舍。作者发现，迄今为止遇到的大富豪和投资者最重视的是，即使失去其他的一切，也要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决定被称为取舍思维。这意味着在无法同时选择 A 和 B 的情况下，必须做出抉择。这个概念也可以应用于牺牲某些东西以换取其他东西的行为中。例如，如果你决定利用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和 A 先生见面，那么你就必须放弃与 B 先生见面的机会。这种情况下，选择一边就意味着另一边无法被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取舍思维。并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全部由这种取舍思维构成。换句话说，做某事意味着放弃另一件事，获得某物意味着失去另一样东西。因此，大家应该时刻保持这种取舍思维。对于时间、精力、人际关系等一切事物，都要果断地进行取舍。据作者所见，许多富人都非常重视这种取舍思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会浪费时间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或者把钱花在无关紧要的地方，这样你永远也成不了富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取舍，要清楚地辨别对自己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要果断地放弃，这需要有放弃的勇气。据作者的投资导师奥利弗说，他的取舍思维非常彻底。他认为，成功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有3样东西要放弃，那就是交往的人、环境和时间。如果能够放弃这3样东西，就等于是成功了。举个例子，奥利弗最初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但决定成为富人后，立即辞去了工作，改变了交往的人，甚至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清空了。当然，我们的生命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决定将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与谁见面。如果有与不想见面的人的约定，你完全有选择不见面的权利。只要你做出决定，这个选择就可以100%实现。如果你想成为富人，现在就要意识尽量不要与不必要的人交往，而是更加珍惜与重要的人相处的时间。这是正确利用时间的方式。另外，人类大脑可以处理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这也涉及到取舍。如果你一边处理着电子邮件和 LINE 等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么你的大脑能量就会不断地被消耗，从而失去专注于重要事情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家庭主妇，最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拖延，必须在一天的开始就开始处理。否则，如果你让自己疲于应付琐事，你的生活就会被琐事所填满。顺便提一句，世界上的富豪和富人都以充分利用早晨的时间而闻名。起得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都在认真地权衡取舍，并且生活中都在实践这种取舍思维。那么，你们会为了重要的事情放弃什么？你们会舍弃什么？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取舍？要时刻保持取舍思维，不必犹豫地排除对你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事情，你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也更有可能靠近富裕的生活。好的，下面我们来解释第3个成为富人的铁则：摒弃梦想杀手。作者所遇见的许多大富豪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与人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是毫不留情，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要成为大富豪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及时地改变人际关系，迅速地置身于新的环境中，是最为迅速和高效的成长方式。举例来说，作者认识的一个富裕的人士进行了惊人的人际关系调整。他放弃了他的配偶，
据说，在各种冲突和沟通之后，他们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决定结束他们的关系。如果你想成为富人，想要实现经济宽裕的生活，那么我希望你能非常注意你与之交往的人，不要与不良的异性或者不良的人际关系接触，否则你可能会陷入混乱的生活中，甚至会被不良的伴侣所困扰。他们就是梦想杀手，他们会击溃你的梦想和生活目标。此外，家人、朋友、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梦想杀手。当你试图挑战自己时，他们可能会出言说：“没必要承担那样的风险，稳定才是最重要的。我担心你，所以建议你放弃等等。”尽管他们可能真心为你好，但这些话可能会击垮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你想成为富人，想要实现自由的生活，那么首先要迅速地切换到投资者的心态，这是成功的秘诀。就像更新计算机操作系统一样，这需要时间。如果在更新过程中遇到中断或者干扰，那么更新可能无法完成。同样，人的心态在更新时也会受到干扰和影响。那些会干扰更新过程的人或者梦想杀手都需要被彻底排除，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个帖子：尽量减少不必要之物的拥有。作者指出，为了成为富人，我们需要极力筛选出不必要的物品，朝着极限减少物品拥有的生活目标努力前行。据作者所言，他实际接触过的大富豪们大多拥有极少的物品，拥有少量物品的人更容易抓住机会，因为拥有过多物品的人往往行动不够迅速，因此失去了平衡。拥有大量物品会增加整理和维护物品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因为拥有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物品，你可能会被迫选择居住在价格更高的公寓。物品越多，整理和清理的压力就越大。身处物品堆积的环境中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降低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不停地购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富人。一些人尽管收入不菲，却不停地购买名牌商品或其他东西，结果发现存款一直都没有增长。前面提到了权衡利弊，要谨慎选择拥有的东西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训练自己辨别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是必须的。因此，为了成为富人，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这种能力。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成为富人的第5个铁律：即使是公司员工或者没有资产的人，也要尽快建立自己的事业。为了成为富人，有很多条路可选，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有一个共同的通路，那就是成立公司。无论是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还是想过富裕的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员工，甚至是现在一无所有，作者都建议大家成立公司。为什么呢？因为成立公司可以让你的税收压力大大降低，另外，拥有公司还能够提升你的金融素养。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借贷资金来投资创业。尽管有人可能认为成立公司很难很麻烦，但其实不然。你可以亲自去法务局简单办理手续，或者将一切交给专业公司处理。作者的经验是，自己成立公司只需简单的手续就能办理。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委托给专业公司，花费大约20万日元左右的费用，2周左右就可以成立自己的公司。很多人可能因为没有尝试过，而觉得成立公司很麻烦很难，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今成立公司非常简单，同时，拥有公司可以在税收方面得到巨大的好处，因为公司可以将大部分收据作为费用开支，从而减少税收支出。此外，拥有公司还可以比个人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你想成为富人，那么拥有一个用于管理资产的公司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成立公司，你可以获得资金贷款，从而实现你的财富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本土，在其他国家，有很多书籍都推荐，如果想成为富人，就应该拥有公司。特别是对于目前作为个体经营者或者副业有盈利的人来说，应该立即考虑使用公司。
尽管一些人可能觉得成立公司麻烦，但这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就应该立即行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